大家好，我是扫地僧。很多人问我如何达到财富自由，如何从一个一无所有的穷人成为一个一无所缺的富人。我反问他们，你认为呢？为什么我要反问他们？因为这些人呢，从来都不会去思考，他们就只是单纯的抛出一个问题，然后让你去帮他们解答。那么当时他们就回答说，在网上学习富人做什么，穷人做什么。比如说他们常看见有一些教学，穷人花钱买奢侈品，富人花钱买假货，就是这种凸显穷人奢华，富人节俭形象的话。我笑了，这种话还真的有很多人相信。当你真正的去观察这个世界，你会发现节俭的从来不是富人，而是你身边的穷人。我现在大学同学约出来吃饭，我看他们群里面的对话，他们聚会吃饭就是 AA 制的，而和我一起吃饭都是我付钱的。他们就是连吃个饭都会说这家餐厅很贵，我们还是吃点别的吧。而如今的我出来吃饭，我很久都没有看过餐牌的价钱了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他们是不是很节俭，而我是不是很奢华呢？你可能会觉得这是我个人的问题啊，但我告诉你，你真正的去跟身价100万以上的人吃饭呢，他们都是这样的。我再告诉你一个真相，当你是以一个穷人的身份走进一家奢侈品店的时候呢，那个店员都不会招呼你的。为什么我知道？因为当初的我一无所有的时候，就是受到这样的待遇。这些店员就会觉得，他跟你介绍了一大轮产品以后呢，你还可能不买，甚至还会去批判，就一个包包值不值卖几万美金啊？所以奢侈品的定位根本就不是穷人。那你又有可能会说，李嘉诚很节俭啊？那我问你，你听过一个故事吗？李兄他掉了1块港币，然后他的司机帮他弯腰捡了这1块，最后李兄呢就给了他100块港币，这叫做节俭吗？所以大家看李兄生活上很节俭，在旁人看来甚至会觉得他很抠，但事实上呢，他是一个极会花钱的人，只是他达到了花钱最高的境界。一个人呢，不是说有钱了才去学花钱的，而是我们要学会花钱才能够赚到钱啊。那回到开始的问题，财富自由的关键就是你必须要学会花钱的6个境界。建议大家先点赞，因为就会自动的帮你收藏在播放列表里面。而我还是要强调一下，这个频道是专门培养老板、企业家、有钱人的。如果你不想错过这些资讯，你可以考虑订阅我的频道，然后打开小铃铛。那现在你看看自己目前在什么层次啊？第一层，视财如命、勤俭节约的人啊，那这种守财奴对钱的认识是最低的。一个人为什么立不起来，为什么财运不会好，就是他们的潜意识是匮乏的，觉得钱是很难赚，一辈子被钱所困，被钱掌控，变成了钱的奴隶。就像看见了一件喜欢的衣服，感觉太贵，舍不得花钱买。而真正一个有智慧的人呢，就是我本人一无所有，还没有富起来之前呢，我管他多少钱啊，看到有感觉就直接买下，哪怕穿一下马上送人，甚至扔掉都没有关系的。关键是感觉找到了，就是这种丰盛的能量。这道理是孔夫子教我的，以直报怨。这直呢，就是告诉你做人就要爽，随心所欲，然后用好这感觉，转身在事业上爆发起来。凡是一个舍不得花钱而去存钱的人呢，都是对未来没有信心的表现，都是担心未来怎么办的人。你害怕恐惧，一恐惧就没有能量。如果你相信未来可以创造几十个亿，你今天存钱干嘛？一个人呢，真正强大不是拥有多少，也不是追求多少的，而是随时随地敢于面对一无所有的人。很多人看上特别喜欢的东西呢，都没有买，情绪就很纠结，能量就很下滑，总是亏待自己。你看有些男生自己用的手机10年都不舍得换，然后一出新的苹果手机就给女神买，结果就是女神跟了别的男生。因为你这人是匮乏的。我常说，一个人的能量会影响一个人的一切。如果你问我有什么方法可以一瞬间的财富自由，然后迎娶白富美呢？我的答案是，还真的有啊！只要你处于长期正能量的状态，只要你活在当下，让自己爽。你看社会上大部分的人呢，死了以后都是钱在银行，人在天堂的，而外国呢，都是债在银行，人在天堂的。为什么市面上的财经老师都教你不要负债？因为他们就是怕你欠钱以后会去找他嘛。而我本人呢，都是借到银行都不肯借钱给我了，我还想办法借。
我拿这些钱去买房子，然后租出去赚被动收入。有的人学偏了，就会不断的去借钱，欠了无数的债，然后每天心惊胆战的。那我问你，这种状态是正能量的状态吗？你会说吗？借钱唯一的用法就是拿去做稳赚投资，比如说房租，而不是将你拿去一次性的消费。那你可能会说，一些女人明明没有什么钱，她们还是要去借钱买这些奢侈品啊。那么你就学他们借钱消费。但你有没有发现啊，这些女人都是越买越有钱的，因为这些包包是他们的资产，是他们长期的生财工具啊。我常说，衡量一个人是否贫富，不是说他现在钱包里面有多少钱，而是说他懂不懂得把一件物品从负债变成资产。比如说房子，你自住就是负债，你出租就是资产，因为为你带来被动收入。而这些奢侈品呢，提升了一个女人的价值，从而为这些女人带来了无数的商业机会，这些就是资产。穷人就是把钱当命，而富人呢，花钱只是找个感觉，有感觉了就可以创造未来。穷人没有车，谈客户就没有感觉，结果不舍得借钱买车呢，然后就一直谈不成生意。而富人知道开上好车有感觉，哪怕贷款先买个好车，开出去见了客户有感觉了，然后多赚个10辆保时捷回来。富人所有的一切我们都是不在乎的，管他花多少钱，首先就要把感觉先找到。爱自己，别人才会爱你。钱也一样，事业也一样。所以为什么你的事业现在毫无起色？我想问，有多少人是真正的喜欢自己的工作？你去读大学，以为读了金融将来就会是金融才子，当你读完了以后呢，才会发现出来还是当个文员。你以为的股票操盘、运筹帷幄，这些帅气的东西呢，都是跟你无关的。而你每天的工作就是收气，被顾客骂，被上司骂，你当初的冲劲都没有了，你的人生过得很不爽。不要说你有多大的能力，当你的能量呢，就是递减的。为什么我们刚出生的每一个小孩都是能量满满的？就是因为他们对世界充满了好奇，但是经过被父母和老师的毒打，被社会、客户和上司的毒打，大部分的人呢，都变成了普通人。而为什么我要花很长的时间做了一个完全是免费的培训给大家呢？就是因为想让大家去做自己爱的事业。如何做到这一点呢？答案就是互联网。一个几岁的小孩把自己去玩的影片放上互联网，结果赚了几个亿美金。一个心理咨询师因为疫情生意要倒闭了，但他听了我的话，把生意放上互联网，结果比原来的生意赚得更多。而且他现在是越懒惰，赚的钱越多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做生意不再局限于你有多少的能力，而是我们可以做我们喜欢的事，然后只要把这些事告诉全世界，钱就会24小时的自动的来找你。而这些呢，我会在免费培训详细的说，大家可以在影片右上角或者是描述栏上第一条链接报名。免费的唯一门槛就是有人数限制，也不能重播。那么第二个层次呢，就是喜欢花冤枉钱的人。我想这境界已经很多人都跨越不了了，就需要画出大气，画出气场，画出能量，画出感觉，画出未来。一个人大气小气和有钱没钱无关的，跟花过多少钱有关啊。花过钱的人呢才会大气，再有钱花的不多依然不会大气。赚钱呢只是能力，花钱呢才叫做智慧。一个伟大的人可以把100块钱花到1000万的价值，一个不会花钱的人呢，花完了1000万，活的就连100块的价钱都不值啊。有的人平时不敢去高级的自助餐，也不敢住高级的酒店，难道有一个很值得纪念的日子呢？他就心不甘情不愿的请你去了。明明吃的用的都是最高级的，但你们就是过得很不爽，是没试过。所以人的大气是平时花冤枉钱花出来的。你买的东西呢都有实用的价值，你花了钱呢就等于没有花。穷人花钱都是买实的，而富人花钱呢都是买虚的。有人甚至觉得这些奢侈品品牌都是骗人的，是骗子，对吧？这就是很多人永远理解不了富人的生活。富人买那些乱七八糟的都没有用的，就是因为这些没有用，让他永远成为了富人。就是因为你永远有用，所以你永远跟钱计较，所以你永远都是匮乏的。那如何走进富人的圈子呢？为什么富人都愿意跟我做朋友谈生意呢？这不取决于我们有多少资产，而是取决于我们是否有这种大气。所以以前我跟那些有钱的朋友出去玩，很多人都会让这些有钱的人去请客，
当时呢我最穷，但永远都是我抢着买单的。他们也感到很惊讶，我当时的一个大学生有这等豪气，所以他们愿意跟我去玩。而现在结果是我比他们还要有钱。记着，不要索取，而是去思考你自己能提供什么价值。很多人说好好做事赚钱，将来买个豪车，不要把买车当成目的。你要在没有钱的时候先把车就给买了，然后用车呢去推动你的事业。很多人为什么一辈子都爆发不了了，是因为准备3年赚钱来买辆车，都把事业当工具了，把车当成目的。而真正的富人呢，是不计代价，借钱也要去买车，把事业先撑起来了。有了车，或者有了更贵的车呢，能量就直接上去了，事业就好做了。有人说我买个车，事业不成功怎么办？你有个车都不成功，没这车更加成功不了啊！所以人生想要改变，从拼命为自己花钱开始，花钱花到自己都要佩服自己，花到最后舍得给别人，花到把钱当工具，用钱来推进自己的生命，用钱来降服人心，用钱来成长拓变人生。公司呢，只要产品差不多，再加上舍得分钱，基本上你都可以有一番的成就。不舍得分钱招什么人啊？舍得分钱就不用招人，不舍得分钱呢，培养的人也会走。舍得分钱，直接用别人培养好的人就好了。要敢在钱上体现价值，越穷越要让自己快速的像富人一样，把钱修炼到招之即来，挥之即去。那么花钱学习是支出还是投资呢？李嘉诚说，把钱投资在自己的脑袋上，可以说是最值得也不会亏本的理财。巴菲特说，他最大的本钱就是脑袋里面的智慧，无论到哪里都可以生存。当你舍得为自己投资，你已经远远超越你周围的人了。他们视财如命，完全不知道钱只是个工具。我们就是让这些视财如命的人呢为我们所用。他们把钱当命的同时呢，已经失去了好多的机会。这些思维呢会阻碍他们的一生。一个人把钱看多大，往往就决定了他的一生就局限在这里面了，而自己却全然不知。如果我把这部影片收费，你看到这部影片的感觉是不一样的，因为花钱与不花钱心境是完全两个概念。这些很玄妙，这些是本源，是你的心力，它会产生作用，但没有办法，我希望帮助最多的人，所以只能免费公开给大家。那么第三个层次呢，就是会花钱去渡人，去引爆社会正能量的人。什么意思呢？比如说社会底层的人，为什么富人会给小费？不是为了装啊，我们会给一些收入比较低的人，不是歧视啊，比如说适应、保安这些，给他们50、60块美金的小费，但不能给的太多，给太多就会刺激他们的贪欲，这就是在造逆。但也不能给的太少，他没有感觉，能量不足以激活他，依然没有被渡，必须要给到他又有感觉，又生出感恩之心，这就是渡人。你就是在传播正能量。比如说停车场的保安，一般人呢都是不搭理他的，但你没事给他弄点小费，甚至弄包烟，让他体验到感受到尊重。这几十块美金对于老板说是没有价值的，但是对于一个底层的保安来说呢，可能是生命改变命运的蜕变。他一想，你开豪车的身价，还特意的给他弄包烟，然后你自己还不抽，对他来说是多大荣耀啊！直接给他导进的是能量啊！他感觉到受到重要人物的认可。比如说你去洗车，收费是50美金的，那你就要给他300。为什么要给300啊？因为擦车洗车的人呢都是没有钱的人，没有钱的人呢就要用钱去渡他。那50是给他们老板的，300是给洗车的人。如果是一个老板，你给他300，他可能会看不起你，因为他一年赚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美金啊。但是对一个洗车的员工来说呢，给他300的小费对他来说是生命的待遇啊。给他50块钱，他可能擦车都不用心，但给他300翻几倍以后，他是不是擦车很用心啊？他用心的去做事，即便将来洗车的人不是我，他给别人擦车了，也开始用心擦了。他一用心工作，他的人生呢就已经开始改变了，而且他用心3次就会变成了习惯。车行洗车的价格都是商业标准的价格。我们老板呢，不要关注这钱，我们走到哪就让哪用心。
他们要的只是他们该收的钱，他们用不用心呢？只把程序走完都要收这钱。而我们老板要修炼的，在于让身边的人都能够为你用心。你能让别人用心，就等于救赎了一个人。让别人出钱容易，让别人用心很难啊。所有的改变通道最后都是发心的。一旦一个人用心做事的时候呢，人生就会直线飞翔。你处处能让别人用心，你的员工呢就会自动的为你用心。如果你的人生跟别人完成的不是用心，而只是交易，你的员工跟你就都只是交易啊。很多人花几百万美金买了别墅，却不知道花几百块让保安也用心。社区的保安都把你当陌生人了，回家后看着你进出，然后瞪着眼睛叫你停车检查没有车位了，玩都要输这钱。而如果你花点钱把这些人激活了，让整个社区的保安用心召唤你归来，保佑你的平安。当你在租进这家的时候呢，不仅是因为房子了，而是因为里面所有的人都对你发出笑脸的回应。你的生命每天的吃喝拉撒都是什么故事，都是什么能量，这都决定着智慧和气场啊，都决定了你未来辐射力和震波啊。更重要的是你渡人别人还不知道，那就是功，那就是德，那就会在你的事业上体现出来。对于你的手下，你要让他们成长，疯狂的给他们投资。赚到第一笔钱呢，先问自己如何还能让他们变得更好，这是一个领袖应该要思考的第一个问题。住得好不如让别人变得好，人变好了在哪都会宾平满座的，人不行住再好都没有用。拼命买一套房子，不如把买房子的钱投资给自己，把自己可以变成一个可以征服世界的人。对于合作的伙伴呢，比如说一个企业需要几百万的资金，这钱什么时候给，我们就要掌控这个度。他找你借，不要马上给，等他把所有的钱都找完了，借到无处可借了，还差了几十万的时候呢，这时候实在没有地方找了。如果没有这几十万，这项目和之前借来的钱呢都要白费了。就在他最后尾数的时候呢，我们再给他这几十万，比他原来借的几百万导入的能量都大。在他关键的时候临门一脚，给他能量加持过去，他就会感激你一生。第四个层次是渡钱的人，这点我也在学习。渡人就是人间的佛，渡钱就是钱的佛，简称财神。把钱渡了，钱就会追随你。宇宙都是有生命的，地球都是有生命的，万事万物都有生命，钱有钱的生命。很多钱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，他们也渴望他的神来渡他。凡是钱不到你这里来呢，就是钱没有看到你有渡钱的心。钱会往哪里走呢？钱会从低能量流向高能量。为什么人们都往寺院跑啊？就是因为佛度众生。那在钱上面，你把钱给渡了，你也是钱的佛。所以首先呢，要知道钱拿到你这里是钱的幸运，因为你把钱渡了，你让钱来，不是为了拥有钱，也不是为了占有钱，而是用来渡钱的。什么叫做渡钱呢？就是这钱放到别人那边的价值都不高，放到我们这边呢，最能够体现它的价值。我们可以让1块变成1000块，我们会想尽一切办法让钱的价值得以最大发挥。所以想要富有，从渡现在的钱开始。佛是先渡了身边的几个人之后，众生看到佛的渡人之心。那如果你能让现在这些钱活得比其他的钱更有价值，更有生命，更有意义，这钱的生命就会被激活了，经过我们的手就会给钱赋予了生命。那其他的钱看到他就会向往我们这个地方。所以大家现在看看自己手上还有多少钱，如何让这些钱活得更潇洒更风光。要让你口袋的钱活得让天下的钱都羡慕这些钱的活法，你只要能够把你目前现有的钱给度化了，赋予它最大的价值的生命，其他的钱莫名其妙的就会流向你了。因为人跟人有感应，钱跟钱也有感应。人不想活在地狱里面，那些钱也不想活在一个让他活在地狱的人的口袋里面。那第5个层次呢，为道花钱的人，这格局就高了。明道悟道，把天下钱为道所用，所用明道于天下，当把钱为道所用。很多人是大家赚100，你50我50，这叫交易之道，合作之道，商道，就是完成了商业思维，所以一辈子就只是个商人，是个老板。而李嘉诚呢，跟任何人的合作都是给别人70%，自己占了30%，所以李嘉诚在商业纵横，因为他走的不是商业之道，而是领袖之道。而这马云之所以成功，
就是他有研究太极，知道中庸之道。什么意思呢？有人在淘宝卖东西，有人在淘宝买东西，卖东西为阳，买东西为阴。淘宝让卖东西的人呢可以更方便的卖东西，还可以让买东西的人呢更方便买东西。他的公司里面既有阴又有阳的，而且阴阳最后被他所控制。但淘宝既不卖东西也不买东西，既不是阴也不是阳，而是居中掌控阴阳。有人卖一次东西，又有人买一次东西，淘宝无形的能量就会增加一次，最后吸引到更多的人愿意在这里消费，它的气场就会更加强大。它是运转一次能量就大一次，就像漩涡一样。这漩涡呢是看不到摸不着的，但是气场就很强大，最后强大到你只有在他那买东西才能够卖出东西，你只有在他那买东西才能够买到东西，最后他变成了商人和消费者的上帝。这是所有赚钱生意的玄机，大家要好好思考，在你的生意当中何为阴何为阳，两边都运转之后，你就是中间那个存在。而我们创业商学院就是为此而存在的。我也毫不保留地告诉你，我们选择的第一个项目就是 YouTube 创业，因为自媒体比病毒的传播还要快，而且是风口上的行业。随着移动互联网、元宇宙和人工智能的进步，大部分的实体行业都将很快被淘汰，而大部分的人呢都会后知后觉的转型，把事业搬到线上。那么你选择是第一批进场挖金垄断市场呢，还是等这块大饼被分完了再进去呢？我在商学院所教的 SDS System都是我本人1年多30多万订阅和平均10万人观看所总结出来的。我会直接告诉你做什么怎么做。创业是一门科学，是有公式，是有系统的，是可以完全复制的。而赚钱的方法呢，我也在右上角的那部影片完全公开。那现在加入，除了前期优惠以外，我还会送你永久财富自由品书会的会籍。除了可以听我们团队猜书以外，我本人还会不定期的在里面举办财富自由的课程。最重要的是，我们有几千人的 Facebook 富人群组，我们会抱团通报最新的赚钱资讯和结交朋友，这里就是富人团。有兴趣的可以在影片描述上的连接加入。那么第6个最高的层次就是为国家花钱的人，财富向你这边流动的就越多。当你起心动念要把花的每一分钱都让这个国家变得更好，让这个民族过得更幸福，花的每一分钱都让整个人类更加和谐呢，当你起心动念发这个心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大钱跟你对接的几率就越来越高了。换句话说，你考虑的事情都是按国家的层面来考虑，那么国家呢就有可能拨巨款给你来替国家完成这件事情。你越会为国家花钱，越会为民族花钱，整个国家的能量都会回流到你的身上，因为你跟国家的情已经连接上了。钱只是降服人的工具，整个国家的智慧就会自然的给到你。当你有智慧的时候，你自然就赚到钱了。赚到了钱之后，然后你又要去花，这样就会不停的运转。钱有它的世界，钱在你身边活得开心，钱兄钱弟就会愿意到你身边，连接了财道，自然就有钱了。我们所看到外在都是假象，唯独你内心的那张照片才是真实的。找到一个人喜欢做的事情，当你把事情做好的时候呢，钱自然就会来了。做事再上一个层次就是做人，人做好了，事必成。富人就会用钱把自己变成一个更好的人，穷人就是消耗自己的能量去赚钱。就算你赚到了这个钱，你的钱都是留不住的。穷人在乎赚钱的多少，富人在乎赚钱的方式。我们赚的钱呢，都是吸引来的钱。人的灵魂是无欲无求的，你的灵魂不开心，你的钱就留不住。当你赚的钱都是吸引来的时候呢，你这样一起永不落啊。这部影片很痛苦，太多人说我的影片太长，吸收不到，所以我剪短了。所以我真心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兄弟姐妹早日达到财富自由。好了，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留言，只要你们能在我今天说的内容里面找到1-2句话是有用的，能够帮助自己的人生过得好一些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那么如果你不想错过任何关于成为富人、企业家、投资家、达到财富自由的免费信息，我还是呼吁你订阅我的频道，然后打开小铃铛，然后无私的把影片分享出去。好了，我们下个礼拜不见不散，拜。